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偏北自习室，我是偏北。本期视频我将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关键帧，以及在达芬奇当中我们如何去设置关键帧。关键帧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视频当中的某一帧打上标记。那如果两个关键帧它们的在画面的大小、缩放比例等设置上如果有不同的话，那么剪辑软件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两个关键帧之间的画面进行一个平滑过渡，从而呢使我们的这个视频呈现出一些动态的效果。那接下来我将跟大家演示一下。我这里有一段素材展示的是一堆迎风飘扬的旗帜啊，那整个画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旋转呀、缩放啊或者角度的一些变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静止的，除了旗帜在动之外。那假设我们想在这个位置把画面中这个欧盟的旗帜把它放大，然后呢居中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这个面板的这儿变换的这参数地方进行一个调节。我们可以不需要知道这些参数的具体含义，我们通过调整可以看到这个监视器里面画面的一个效果，从而知道我们参数该怎么调整。好，现在差不多居中了，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再落一点。好，现在这个欧盟的旗帜差不多是在我们的一个中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基于我们这个参数设定进行关键帧打标。那打标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有参数调整的这两项进行一个标记。当然我们如果简单粗暴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最上面的这个菱形进行一个标记。那我们当前整个面板的参数设定都会作为我们关键帧的设定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下面的这参数我们没有调整，所以呢我们在最上面进行全部的一个关键帧标定，或者只对我们调整的这两个参数进行一个标定，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画面我们的欧盟旗帜都是被放大了，并且也没有再做任何的变化。那我们其实想达到的效果不是整个画面都是被放大居中，而是说画面由原始的比例慢慢的动态的调整到欧盟的旗帜居中这么一个效果。那我们之所以没有实现这个效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要实现一些动效变化，需要有至少两个关键帧啊，它们两个关键帧之间的一个设定不同，才会有一些平滑过渡的动画效果。那所以我们要实现我们刚刚设想的，从最原始的画面大小变成把欧盟的旗帜居中的话，我们可以在最前面我们再打一个关键帧。这个关键帧呢，就是把我们的画面设定为原始的画面大小。当然可以看到，当我进行了参数调整过后，我这两个参数后面的菱形已经被自动点亮，也即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关键帧设定过后，我在画面的其他的帧进行一个参数调整的时候，达芬奇会自动帮我们打上关键帧。那么好，在这段素材里面，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两个关键帧。第一帧，我们画面是原始大小，然后在画面的这个位置，我们把欧盟的一个旗帜放到了最中间。那有了两个关键帧过后，达芬奇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在这两帧的画面进行一个平滑变换过渡啊。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效果。另外，我们如果觉得这个变化速度不符合我们期望，觉得它太慢了或者太快了，我们想调整这个过渡的一个速度效果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我们对素材有关键帧的标记的话，我们这段素材这里也会有一个菱形表示我们整段素材有被使用关键帧。当我们点击这个菱形标记的时候，
这个素材下面就会多出一部分，这个多出的这一部分上面有2个白色的菱形小标记，这2个位置实际上就是我们打关键帧的点，我们可以拖动其中任何一个点进行这2个菱形之间的距离调整，当它们的距离越近，那这2帧之间的一个变化速度就会较快，那越远相应的变化速度就会较慢。我们现在将这2个点的距离调的稍微短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到我们画面的欧盟的旗帜被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放大。那如果我们不小心做了错误的调整，或者说我们现在不想要这个关键帧的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里，这个面板的每一项参数后面都有一个这样带箭头的小圆圈，我们点击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初始设置的回复。我们点击它，当然我们点最上面相当于对整个面板的参数设定进行一个恢复。另外，如果我们只是想对画面中的某一部分像刚刚这样进行缩放和位置调整的话，其实我们在达芬奇当中还有一个更快捷的方式，就是这里的变换按钮，我把它激活。激活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四周被进行了一个描点，这个是我们用鼠标拖动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画面可以通过鼠标快速的调整位置。同时我们可以按住画面当中4个角当中任意一个点进行拖拽的话，画面会被等比例的放大或者缩小。那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对画面进行一个位置调整或者缩放。假如我们还是想实现把这个欧盟旗帜放大到画面的最中间，那其实我们操作就可以这样，先挪到这个位置，然后呢进行一个放大，这样很快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相应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参数进行了一个对应的一个变化。我们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标记上关键帧就可以，后面的操作跟前面通过鼠标的方式调整这些参数都是类似了，这里我就不再过多赘述。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帮忙点个关注，咱们下个视频见。